60年代的日本农村生活是怎样的呢？女孩兴奋地跑向田地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1年1度的麦子快熟了。她想到父亲就要回来，疯子情不自禁地笑了。没想到这时被爷爷拍了一下屁股，但他还是很开心，因为接下来他能去看看早上的鸡舍了。母鸡下了5个蛋，早晨显得特别亮堂，似乎也预示着今年的大丰收。不过妈妈可正在等着鸡蛋呢。疯子赶忙小跑回了家，看见女儿怀里的鸡蛋，母亲欣慰地夸赞：“今天的母鸡真给力。”疯子嘟囔着想吃水煮蛋，母亲宠溺地答应了。但偷听的弟弟妹妹不乐意了，齐声喊姐姐狡猾。不过很快就安静了，谁让他们还没叠被子呢？这样平凡的农村家庭，点滴间也透着生活的美好。一锅香喷喷的米饭刚出炉，早上捡的鸡蛋也下了锅，一家人的早餐正式开吃。腌黄瓜和酱烤茄子是大人的主菜，厚蛋烧是孩子们的最爱，偶尔也少不了掰扯一番。不过正是这样，才显得家里有温度吗？一家人感到自豪的是，父亲在东京工作，虽然只是建筑工地普通员工，但能在东京站稳脚跟，一家人都觉得相当了不起了。就在疯子正想添饭的时候，母亲提醒了他，还吃的话能赶上公交吗？疯子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从家到学校得先穿过一片金灿灿的稻田，然后骑车经过小桥和河流，最快也得20分钟。和闺蜜石子见面后，还要搭车40分钟才能到学校。但尽管这样，疯子依然心满意足，家境并不宽裕，还是让他上了高中。此时老师在讲台上讲着东京的发展，新干线的铁路速度能达到每小时250公里，这是爸爸工作的地方，不知工地的活儿辛不辛苦。疯子默默祈祷他要注意身体，家人都等着他回来收麦子。放学后的疯子每天都会赶紧回家，因为他要帮家里干农活，虽然很累，但他还是很开心，因为这里有爱他的妈妈，还有一起长大的弟弟妹妹们。不过今天好像出了点状况，弟弟弄坏了爸爸买的鞋子，弟弟妹妹一脸不知所措，让他看了心疼。不过为了安慰他们，疯子还是决定帮他们修好损坏的鞋子。这一幕也被母亲看到，他看着疯子不太擅长针线活，但疯子还在忙着补鞋。母亲笑着站在一边，没有上前帮忙，可手一抖，鞋舌被扯了出来。姐姐怕弟弟哭闹，赶紧把他抱紧。看到疯子那副做错事的样子，母亲又生气又好笑，但也为姐弟间的感情而感动，不禁偷偷流泪。好在最后还是用旧袜子修好了鞋子。对于刚毕业的日本高3生来说，这段时间特别关键，因为会涉及到工作的安排。同学三男问疯子以后有什么打算，疯子的回答真是意外。他最爱种田，虽然偶尔也会想去东京看看，但从未考虑过去那边住。不过总有一天要回去的话，大概也是为减轻父亲的负担，这样他就能回家了。田间的母亲们也在为儿女操心着，他们深深爱着孩子，此时也禁不住为孩子们的选择感到忐忑。这时石子刚分配完，工作也出来了。疯子和三男特别好奇石子的选择会是怎样，得知分配到了一家全是女性的收音机厂，而且包住宿，两人都为石子感到开心。在那个年代，这已经是份不错的工作，但回家路上的几人却满腹心事。也许他们明白了，从此以后自己要承担起成人的责任，这也意味着分别的到来。今天因为陪石子分配工作，疯子到家时已经很晚了。此时电视上正在播报一则东京工地出事故的新闻，里面遇难的都是农村来的务工者。想到父亲已经好多天没消息了，母亲满脸担忧，爷爷却关掉电视，叮嘱大家别瞎想。可即便这样，母亲心里仍然不安，看着明显很担心，但还要努力撑着的母亲，疯子决定要带母亲去，给父亲打了个电话。两人趁夜色匆忙出门，借着一只小手电，母女俩赶到了村头唯一有电话的杂货店。好在敲了很久的门后，杂货店终于亮起了灯光。当时农村打去东京的电话
需要转接，于是疯子还得和母亲等上至少30分钟。幸好在东京的父亲终于回电，听到丈夫的声音，母亲紧绷的表情终于放松了下来，也许是因为太想念，还是忍不住哭了出来。简短说了几句后，就把电话递给了女儿。听到父亲的声音，疯子只顾一遍遍叫爸爸，明明有很多话想说，但怎么也说不出口。电话那头的父亲听出了母女俩的担心，承诺一定会尽快回来，家里还有很多麦子没收。回家的路上，疯子和妈妈总算松了口气。而就在这时，爷爷也正带着弟弟妹妹，母亲提着油灯迎接他们。母亲高兴地讲了电话内容，疯子自豪地告诉弟弟妹妹，自己和父亲打了电话，农民工去高级西餐厅吃饭，不仅没被刁难，还收到了主厨的礼物。今天是阿石回乡割麦的日子，临走前拿出全家福，向工友们开心介绍家人。虽然并不富有，但他还是精心为孩子们准备了礼物。年末之时，阿石难得穿上了平日舍不得穿的衣服，见到街头巷尾的神龛，他也会虔诚地为家人们祈福。只是经过一家西餐厅时，他还是被橱窗里的美食吸引，停住了脚步。正巧这石老板娘林子走了出来，热情地请他进来看。阿石犹豫了一下，一年到头吃一次好的，也不算过分吧。于是阿石带着满身鱼腥味走进这家西餐厅，餐厅后厨正忙着准备食物。不久，服务员就把菜单和茶水递给阿石，阿石却显得有些拘谨。他第一次来西餐厅，完全不知道该如何点餐。林子看他有点不知所措，连忙走过来给他推荐了炖牛肉，看上去就很诱人，可惜对阿石来说还是有点贵。最后他点了一份相对便宜的牛肉丁洋葱盖饭。服务员确认了订单后，后厨也开始忙碌起来，将洋葱牛肉丁一起煸香，再用红酒调味提香。小学徒一旁看得很认真，生怕错过任何细节。此时林子也和阿石聊了起来。阿石说到他老家来自茨城北边的一个偏远山村，家里有父亲、妻子，还有3个孩子，一共5口人。当林子问阿石做什么工作时，阿石笑着回答，自己是来自农村的打工者，平时没有固定住所，基本上随工地变动。不过说到这，他提到即将举办奥运会的体育馆，自己也参与了建设，但他很快又显得有些自嘲，因为他只是东京最底层的存在。但林子听完后却大加称赞，他从不认为东京有多特别，只是因为像阿石这样的人多了，才有今天的东京。阿石听后深受感动，他对林子说，这是他第一次这么和东京人交流，以前从未想过他的工作如此重要。这时阿石点的盖饭快做好了，主厨尝了一口后才让学徒端出去。服务员将酱汁均匀淋在米饭上，阿石认真地看着，这可是他从未见过的美食。不过再好的美食也是用来吃的，他迅速尝了一口，下一刻他瞪大了眼睛，对林子惊叹，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。林子在一旁笑得很开心。与此同时，偷看的主厨也高兴地回了厨房。趁阿石吃饭时，林子溜进厨房，悄悄跟主厨说了什么。等阿石吃完准备走时，整个餐厅已座无虚席。这时乡下的车站，几个孩子在等从东京回来的爸爸。女孩突然发现今天的妈妈有点不一样，不仅穿了舍不得穿的那件新衬衣，脸上还好像化了淡妆。她和妈妈相视一笑，都知道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，因为长期在大城市工作的爸爸要回来了。放学后，疯子带着弟弟妹妹早早在车站等。傍晚时分，公交车慢慢驶来，姐弟几人翘首以盼，见到父亲提着行李下车，妹妹递上鲜花，疯子也说了句久违的欢迎回家。回去的路上，懂事的疯子帮父亲拿起一些行李，一家人脸上都露出了笑容。回乡的路绽放着花，疯子轻声说了句谢谢爸爸，因为他明白如果没有父亲进城打工，他就没法上高中。爷爷对儿子的归来并没有显得特别高兴，只简单说了句回来了。
父亲也只是微笑回应。母亲也从厨房赶出来了，看着母亲焦急的样子，疯子忽然觉得自己有些多余。这时父亲把行李放下后，急匆匆跑了出去，几个孩子也忙着跟了过去。只见父亲蹲在地上，抓起一把泥土。阿石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觉得这是家乡的味道，不管外面多么繁华，都比不上家里好。疯子不懂父亲为什么这么做，但他还是闻了闻泥土，好香啊，就是泥土味。回到家后，疯子小心从鞋盒里取出父亲的礼物，像宝贝一样捧着，一会儿才放回去。一家人其乐融融。疯子则是帮妈妈打下手，妈妈微笑着说鞋子挺漂亮，疯子也觉得好看，但他决定等毕业再穿。此时弟弟妹妹正在偷偷讲疯子的糗事，但很快脸上的笑就僵住了，因为疯子狠狠地瞪着他们。丰盛的晚宴很快开始了，比起过去，今晚的菜可是真够丰盛的。阿石已经好久没吃到家里的味道，忍不住夸了起来，妻子也笑开了花。炸猪排三明治立刻吸引了大家。正当大家拿筷子去夹时，阿石建议大家直接用手拿着吃。疯子和妈妈小心咬了一口，立刻满脸惊喜，不禁好奇东京人是不是也这样吃。阿石笑着解释说不全是，因为这是来自西餐厅的食物，还把当时餐厅老板娘送的火柴给了妻子，顺便跟家人们分享了东京见闻。吃完晚饭，母亲哄孩子们入睡，然后和丈夫公公围坐聊天，谈起了家里的经济。疯子好奇的起床偷听了几句，但没过多久又觉得无聊，结果关门时不小心太用力，发出了响声。虽然赶紧装睡，但还是被父母喊了起来。想到疯子已经18岁了，父亲觉得是时候让他了解一些事情。就这样，疯子第一次以成年人的身份参与了大人的对话。父亲简短讲了家庭收入情况。首先，田里种的大米，去掉肥料和农药的成本，每年大约赚10万日元，但这钱不够养家，所以爷爷会上山烧炭，一年能挣3万。妈妈在家做些缝纫活，每月收入1,000,000。爸爸在东京打工，每月只有2万。这些就是他们家全部的收入。这时阿石也提到了这些年他去东京打工的原因。5年前由于收成不好，他们家从农协借了一笔钱，才得以周转。他其实也很想在家务农，陪伴家人，但农协的钱是一定要还的。不过只要自己努力干活，家里一切还好。阿石有些不好意思，因为他觉得自己没能让家人过上富裕的日子。疯子这时却摇摇头，说他很多同学连高中都没上，就去打工了，而自己还能念高中，已经很满足了。然后疯子突然认真看向父亲，提到自己想去打工，即使赚不了多少，但能让爸爸少操劳。阿石很感动，他问疯子是否喜欢家里的活，喜不喜欢家，喜不喜欢田里的事。疯子认真的点头，他说他希望自己变成像妈妈那样的女人，也想自己认真努力，种各种农作物，了解女儿的心愿。阿石决定让疯子毕业后好好在家帮忙吧，在外挣钱是他的责任。感受到父亲的心意，疯子点了点头，表示他一定会努力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，将来却难以实现。不过那是后话，现在的疯子觉得自己一定不会忘记今晚的对话，因为他真的很开心，自己作为大人和家人一起聊天，这种感觉既害羞又幸福，甚至都感到浑身发热，心底也涌现一种莫名的自豪感。怀着这样的心情，虽然家里很清贫，但一家人齐心协力，其乐融融，这让疯子感到很幸福。清晨一声鸡鸣，爷爷和父亲扛着工具走进麦田，望着眼前的丰收景象，疯子满怀对未来的期待。这个农民工每年8月都会从东京回到老家，目的是帮家里收稻子。阿石家里并不富裕，所以稻子的收入很重要，但只靠家里人是不够的，因此还得请邻居们帮忙。在机器还没普及的年代，大家还是手工割稻，要想提高效率，割稻时不能弯腰依靠，身体往前倾，
脚踩进泥泞的农田，手起刀落，干净利落。最后把割好的稻子用稻草绑好，晾到麦架上就完成了。邻居们问阿石东京怎么样，阿石也没全看过东京，但每次去，感觉人越来越多，建筑也越来越高。听阿石说他见过17层的高楼，邻居都觉得难以置信。中午吃饭时，疯子和石子聊起昨天吃的炸猪排和三明治，母亲也跟着说那是东京的食物，确实比平时的味道好很多。石子母亲还说，如果女儿去东京，就能天天吃这些。虽然他心里清楚母亲并不希望他去东京，石子依旧赌气说以后一定会天天吃。但是在疯子的劝说下，两家的女人们又笑成一片。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对于疯子来说，能和家人一起收成就是最大的幸福。叔叔在这时拍下了他和父母的合影，但幸福仿佛在这一刻停滞，因为今天的农收结束后，父亲又因为家里的债务返回东京工作了。在邻居分别后，全家人的画面看起来暖融融的，疯子却不知道以后一家人可能再也不会这样了，但这一刻确实很美好。第二天，疯子像往常一样去鸡舍收集鸡蛋，那里一个鸡蛋也没有。早餐时的氛围，因为父亲即将离开，气氛有点低沉。上学前，疯子最后和爸爸告别，望着已经长大懂事的女儿，阿石心里感到很欣慰。但当阿石县要离开时，最小的孩子们还是忍不住在他面前哭了。阿石答应正月一定会回来。对于所有留守家庭来说，这可能是父母最害怕看到的场景吧。夫妻俩在乡间小路上散步，阿石突然牵起了老婆的手。老婆好奇地问，东京有没有比她更漂亮的女人？但很快又说应该很多吧。阿石却说有也无关紧要。老婆听了虽然很高兴，但还是调皮地说，你没回答我呀。阿石想了想，这次很坚定地说了一句没有。就是这两句甜甜的夫妻情话，最终让两人忍不住一起笑了。阿石又回到了工地，宿舍里狭窄昏暗，衣服只能挂在屋里晾晒。工友突然提醒阿石，最近这儿出现了很多小偷，专门盯着的就是这些农民工人，得提醒他也要注意点。听到这个坏消息，阿石不免有些担心。过了几天，远在乡下的阿石家突然收到了邮差的来访。原来之前寄给阿石的邮件全都被退了回来，上面写着的赫然是现居地不详。美代子不禁有些担忧，但爷爷安慰他，可能是邮局的事。美代子思考后暂时接受了这个解释，但回屋时心情仍不平静。傍晚，疯子放学回家，迫不及待地问有没有收到父亲的信。美代子显得有些不自然，不过很快就掩饰了今天没收到。疯子虽然觉得奇怪，但也没有多问。晚上等孩子们都睡了后，美代子还是决定和爷爷商量一下。虽然希望丈夫平安无事，可她还是想明天给阿石打个电话。爷爷笑笑，安慰他说绝对不会有事的。话虽这么说，干农活时她心中依旧藏着丝丝忧虑。美代子一早就到了村口的商店，一字一顿地报出了丈夫的名字，生怕对方听错了。但施工队里的人告诉她，阿石已经消失了一段时间。他们还问她如何处理阿石的行李。得知消息的美代子顿时慌了。农民工刚为家里割完稻谷，正打算回东京的工地，可才去几天就没消息了。对于留守家庭来说，一方突然消失在当时并不少见。美代子却不信丈夫会抛弃他们，于是让小叔子回家商量。刚开始有点不好意思，这么突然叫他过来，但小叔子却说，这么大的事不告诉他才会生气。家人理解让美代子心里舒坦不少。他细细讲述了事情经过。宗南认为这不像是大哥的作风，既没联系也没打招呼，不像他会做的事。美代子欲言又止，心里还是有些别的担心。宗南没有多安慰，只是提议美代子去一趟东京，或许事情就清楚了。话虽这么说，家里还有孩子呢，美代子一时也放不下心。可在这件事上，宗南态度非常坚决，他觉得家里他和老爷子都能帮上忙。美代子听后很感动，眼泪不争气地掉下来。最后大家决定还是不告诉孩子们。
晚上等疯子下课回家，美袋子告诉他，明早要去一趟福岛，因为宗南叔叔的妻子家里有人去世了。疯子没多想，只是为有人去世而惋惜。清早，美袋子为了不让孩子们起疑，换上一套深色的和服，望着丈夫带回来的火柴，心中下定了最后的决心。不过出门前，她还是为家人准备了早餐。爷爷过来叮嘱她，东京治安不如乡下，出门一定要小心。要去东京的话，必须先坐村里的唯一一班公交车出村。乘务员次郎看到美袋子这模早去东京，还开玩笑问她是不是想丈夫了。美袋子神色有些不对劲，只是问她能不能赶上6点39分的班车。次郎看了眼手表，说没问题。2小时后，疯子也坐上了这趟车去上学。次郎问他家里出了什么事，一大早就看你，妈妈急匆匆的走了。疯子解释说家里有亲戚去世了，妈妈是去福岛帮忙的。可次郎却立刻否定，早上的车明明是去东京的，而且你妈妈看起来心事重重。疯子听了话愣了一下，很快反应过来，昨晚妈妈可能骗了他。此时的美袋子已经到了东京站的出口，她很少去大城市，一路上她显得格外谨慎，陌生和嘈杂的环境让她很不安。但为了找到丈夫，她还是鼓起勇气继续前行。经过一番周折，美袋子终于根据地址找到了丈夫的工地宿舍，并找到了宿管。可宿管只知道阿市突然搬走，并不太记得他本人。美袋子接着检查行李，看有没有落下的东西。美袋子打开了阿市留下的袋子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只有一封封保存完好的家信。去阿市宿舍的路上，宿管的话一直在美袋子耳边回响。出门打工的人都很辛苦，平日里没什么娱乐活动，挣了钱也只是寄回家，大概早就厌倦这种生活了吧。想起那些保存完好的家书，不甘心的美袋子决定去工地打听情况。但工头说阿诗领完工资那天就没再来过，可能被哪个女人骗走了。其实像美袋子这样找丈夫的女人工地不少，美袋子最终还是去警署报了案。这时疯子也突然来找爷爷，他非常想了解家里到底出了什么事。明明他已经长大了，为什么亲人还要对他有所隐瞒？这时爷爷拉住他说，父母其实不愿意骗孩子，如果不得不撒谎，也是因为他们确实为你好。尽管爷爷这样安慰他，疯子的眼泪还是忍不住流了下来。他心里也明白，也许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在家里好好照顾弟弟妹妹和爷爷吧。吃饭时虽然心里很烦，他依旧对2个小家伙笑得灿烂。警署里的美袋子也惊讶地发现，来报案的全是和他情况相似的女人，有些人甚至还抱着未满月的孩子。美袋子看着心疼，只能用手轻抚哭泣的婴儿。等他做笔录时，天已全然黑了。但做笔录的警察很敷衍，他们见过太多像美袋子一样的女人，笔录上连姓名都未写，就准备按农民失踪归档。听着警察虚伪地说，他从那偏远山村过来真不容易。这一刻，美袋子终于爆发了。他叫古田不实，这是我拜托你们找的人，他不只是个农民工，他有自己的名字，麻烦您搜查一下。一个在茨城奥茨村出生长大的古田不实，他有自己的名字。拜托了，那个人绝对不可能凭空消失。为了还清家里的债务，农村女孩决定进城打工。她坐上离别的车后，疯子才意识到离别的伤痛。尽管万分不舍，他仍要为生活拼搏。下了火车后，疯子和第一次进城的同学都非常紧张，望着熙熙攘攘的人群，显得既迷茫又期待。他们统一按照管理蹲在广场，等待厂里的人来接走自己。看着身边人不断被带走，疯子非常羡慕，一直等了很久，接他们的人才慢悠悠地出现。机场的人一见面就核对名单，当身旁同学一个个被念出名字时，疯子始终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。工作人员怀疑可能搞错了，立即去打电话确认。不安感瞬间令疯子恐惧，难道自己要这样回去吗？想到这，他禁不住泪眼朦胧。好在工作人员很快赶来承认，是厂里搞错了，
疯子这才松了口气，太好了。接着他跟着工作人员来到厂里，疯子走近后才明白，这和他想的差别太大，只有2栋楼的工厂，宿舍还在车间对面。他难免有些失望，但毕竟是为赚钱而来，疯子并没多在意。没想到一进厂，他们竟然早早准备了欢迎仪式。轮到自我介绍，疯子很紧张，我叫疯子，请多关照。幸好晚餐挺丰盛，正好是疯子爱吃的咖喱饭，超好吃，简简单单的蛋黄酱都让疯子很满足。住的是6人间宿舍，社长热情地给他们介绍储物柜和床的位置，接着介绍作息时间，每天6点起床，先叠被子，然后刷牙洗脸，吃完早餐就开始工作时间。虽然早起很不习惯，但疯子觉得自己能做到，甚至有点期待工作的乐趣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未来等着他的是更多挑战。工作中不会总是顺风顺水，疯子第1天上班就闯了大祸，必须特别细心才行。为了上班有好状态，女孩吃了2大碗米饭，可一到流水线，她才发现这份工作没那么容易。垫板经过只有4秒，她只能手忙脚乱地拼接零件，结果因为缺乏经验，女孩很快就出错了。疯子又搞错了，对不起。连续的错误让她更慌乱，对不起，你能不能认真一点啊？真的很抱歉。在工友们同情的目光中，疯子顿时很尴尬。到深夜时，疯子还会下意识地在梦里工作，这一幕把室友惊呆了。没想到简单的组装任务能让疯子如此紧张，本来以为他会进步，谁知第2天刚上班，他就弄坏了昂贵的配件。你知道这材料多贵吗？拜托你小心点行吗？看出了疯子情绪很低落，从同一个村子的朋友，心里很难受，于是他故意出错，让疯子不那么突出，感受到了朋友的友情。疯子心里很温暖，好不容易熬到下班，累到怀疑人生的疯子倒头就睡。但他刚有些睡意，听到有人埋怨白天的事，但我看疯子被责怪，不能无动于衷。听到这些话的疯子感到有些尴尬起不来，只好继续装睡。但好友一直为疯子辩护，你何必说话带刺呢？这样不可爱。或许是想给疯子鼓劲。第2天大家都来了，给他鼓劲打气。大家的无形支持让疯子今天格外用心，他每一步都做得很细致，速度也越来越快，不知不觉1天工作就完成了。你做到了，疯子。不久后，厂里终于放假，女孩们先去浴室洗澡，再去路边商店。由于工资还没发，她们只能买2瓶汽水，6个人分着喝。虽然日子有点艰苦，但女孩们依然感到满足，因为在60年代，有工作已经很不错了。大家都希望早点发工资，然后全部寄回老家。不过下午，有个帅哥来了厂里，他的突然到来引得很多姑娘花痴。没想到他其实是找疯子的。第1次见面，他就带疯子去了咖啡厅，点了一份冰淇淋苏打水。这操作让疯子手足无措。姑娘们突然意识到，自己很快就要流落街头，因为经济不景气，工厂决定2周后宣布破产，到时候所有员工都会被遣散。得知这个消息后，疯子有些手足无措。他才刚满18岁，第1份工作就这样突然结束。此时工友们也都一脸不舍，真的无可挽回了吗？即使我们拼命加班也无法留下吗？但是现在已经无能为力了，他们无奈只好接受。然后大家都急着找工作，有关系的本地人立刻找到了新雇主，聪明的女孩直接被大公司录用。你怎么证明自己优秀呢？我可能就是你要找的。只有疯子一直很迷茫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幸好一家肥皂厂得知情况后，接连录用了2个人。疯子好不容易进入了名单，却在面试那天，肥皂厂突然改变主意，只肯提供1个职位。疯子瞬间纠结万分，面对年龄更小的女孩，他不忍心争抢。经过深思熟虑，疯子决定主动放弃，去那边加油吧。第2天，疯子情绪复杂的在街上漫步，不知不觉间，他又走进那家熟悉的餐厅，点了份依旧是可乐饼，但这次他心情十分低落，一想到自己可能要被迫回家，疯子完全没有食欲。餐厅老板似乎看出了他的难过，上前好心的安慰他，这才知道疯子失业的事。在这个动荡的60年代，很多人都会面临失业，老板只能默默同情他。但看着这个积极向上的女孩，餐厅老板突然决定，要不来我们这工作吧，最近店里生意好，也缺人手，我正准备招个服务员。听到老板的邀请，疯子显得挺兴奋，感叹自己总能遇到好人。他赶忙谢过老板提供的工作机会，
但事情没那么简单。餐厅的员工说，疯子还需通过最后一关，就是小高的面试。很多女孩在这里被淘汰了，虽知条件严格，疯子仍坚持要试试看，毕竟这个机会对他来说非常难得。接下来两人就坐下开始面试，没想到小高只是瞅了他一眼，就同意了疯子留下来。原来小高一眼就看出他的淳朴善良，才觉得疯子适合在店里工作。那个，这里包吃吗？为了不迟到上班，他早上6点起床，打扮半小时后到餐厅后厨帮忙，接着开始整理今天需要的蔬菜。因为第一天当服务员，疯子要先接受老员工的培训，盘子要靠近自己，以免撞到人，走路还要稳稳的，杯子要轻轻放到桌子上，不能有声音。当轮到疯子时，上菜动作更讲究，必须时刻保持微笑，眼神太吓人了。在这之前，还得记住每张桌子的编号，这样服务才方便。尽管疯子已经努力写在本子上了，但要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，他不禁感到头昏脑胀。很快就到中午营业时间了，眨眼间，这家老餐厅的门口，队伍已经排得很长了。顾客们全都进店之后，店里立刻热闹起来。疯子一下倒水，一下点菜，忙得不可开交。结果他因为不熟练，总是上错菜。这是2号桌的炸猪排。好的，感觉他快哭了。这桌要饮料，那桌要上菜，还要米饭的，太多要求，瞬间让疯子懵了。他愣在原地想了好久，一时竟不知接下来该怎么办。幸好老板出来帮了忙，才勉强控制住局面。总算熬到下午，等到顾客们都走了，店里一下子轻松了许多。老板发现疯子还绷着脸，显然还没从忙碌中缓过来。为了让疯子放松一下，老板决定带他去喝下午茶。他们去了街上著名的甜品店，疯子吃着水果奶油蜜，听老板安慰自己，太好吃了，就得应付店里最忙的时候。确实有点难为了疯子，但老板觉得这样更快积累经验，早点熟悉餐厅的节奏。今天的表现，老板觉得挺好，至少没出什么大乱子。而另一位服务员小高，第一天上班就打碎了盘子。听到这句话，小高立刻有点尴尬。别说了，给我留点面子。疯子明白老板是在给自己打气，心里不禁感到温暖。相比那冷冰冰的工厂生活，这里的人更有人情味。接下来就是餐厅的晚餐时间。相对白天的匆忙，晚上的顾客们悠闲地享受美食，疯子也因此轻松了不少。他一边上菜，一边照顾顾客。疯子显然逐渐习惯了餐厅的工作，等下班时已经是深夜。他拖着疲惫的身体感叹，今天真是忙得不可开交。今天一整天辛苦了。悄悄喜欢身边女孩，却一直不好意思告白，多亏朋友们助攻，男孩才勇敢表达爱意。没想到女孩也喜欢他。我也是，请多指教。两人互相喜欢，很快就在一起了。很快他们就开始了第一次约会。这天捣鼓早早到了女孩楼下，看到疯子打扮精致，甜美可爱极了，瞬间让捣鼓移不开眼。但刚确定关系的两人都有点害羞，他们紧张地站了好久，才想起来要去约会，有心仪的人作伴，连空气都变得甜美。虽一言不发，但只是待在一起，他们就已经满足。疯子来到东京后，从未上过高空铁塔，他很想试试，没想到捣鼓居然有恐高症。结束后，他感觉双腿发软，而疯子也看出男友有些不舒服，知道捣鼓平时怕高，却仍硬撑着陪自己上铁塔。疯子倍感感动，疯子想去的地方，我都会陪着。但捣鼓毕竟是个直男，后来他直挺挺地坐在长凳上，邀疯子去日光浴。乖巧的他并没有计较，听话地坐在捣鼓身边。疯子说今天非常开心，这是他东京行的首次出游，以约会形式不免激动。两人面前正好有小吃铺，疯子表示想尝尝，但捣鼓起身要去买时，疯子急忙拦住他，因为今天门票是捣鼓买的，所以这次就让疯子来付钱。第一次恋爱的疯子还是有点不好意思花对方的钱。就在这时候，疯子突然想到一个地方捣鼓，以为是过山车或者类似的项目，没想到却是捣鼓读书的大学。疯子说自己在镇上高中毕业后，因为家里经济不好，所以
她没有体验过大学生活，这让她有些遗憾。因此，能在男友的大学逛逛，她觉得很有意义。进到岛谷平时的教室，疯子立刻感叹这里的教室真大。看着他一脸羡慕的表情，岛谷不禁一阵心疼。刚满18岁就出来工作，生活肯定很艰难。肩并肩走在校园小路上，面对岛谷温柔的关心，疯子感到很温暖。此时刚好岛谷的同学经过，见面就问两人的关系。疯子是不是也在这里读书？因一直觉得自己出身不如岛谷，疯子瞬间有些自卑，不好意思说话。她是我女朋友，叫疯子。朋友夸疯子很漂亮。岛谷爽快地介绍了两人的关系。俩人是租房子时认识的，疯子现在在饭店打工。同学们互相看了看，都不太敢相信岛谷的选择，却没什么可说的，只好疑惑地离开。事后，疯子忍不住说了心里话：我很高兴你女朋友，毕竟我连大学都没上。为了消除疯子的担忧，岛谷说他的爱很纯粹，和其他任何事情无关，一直喜欢的就是你，疯子。因为他天生恋爱脑。女孩在地上写下自己和男友的名字，没想到还没来得及擦，男友当晚就找她了。女孩怕男友觉得她幼稚，想用脚把字擦掉，可是由于动作太大，不小心摔进了男友怀里，脚还意外抽筋了。疯子瞬间更加尴尬，幸好男友体贴地帮她揉脚，月光下感受着男友温柔的触碰，两人都显得有些心乱意迷。此时男友注意到地上的字，忍不住起了玩心，想逗一下疯子。谁写的信？上面写着疯子和岛谷的名字，这个我一看就明白了。后来岛谷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礼物，是一条红色石头项链。疯子很是喜欢，动手摸了摸，岛谷见状便细心地帮他戴上。两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近，能听见对方的呼吸。随后岛谷轻轻牵起了疯子的手，两人就这样静静地坐了很久。显然初恋的他们都有些紧张。第二天，岛谷买了西瓜和疯子约会。在60年代的日本，西瓜这种水果是进口的，所以价格高昂。但对工厂老板的儿子岛谷来说，这完全不成问题。作为回应，给岛谷带去食物。看到男友一脸满足的样子，疯子感到无比开心。爱情给了他无限动力，让他在工作中充满活力。但初恋的甜蜜总是转瞬即逝。那天，疯子的朋友在咖啡厅碰见了岛谷，看到岛谷和父亲正在严肃地讨论什么事情，这让朋友疑惑不已。他竖起耳朵想听个明白，于是才了解到岛谷的家族工厂的事。现在经济危机严重，爸爸已经无路可走，因此找到岛谷，希望他可以与别的企业通过联姻的方式来帮家里渡过难关。虽然岛谷提到疯子的事，但他还是无法改变父亲坚持包办婚姻的决定。接受这婚姻吧，帮帮公司吧，求你了。当天晚上，朋友找到疯子，把白天的事全说了。疯子听后心里很难受，但想到如果岛谷继续和自己在一起，他可能会一无所有，家族100年老厂也要因此倒闭，岛谷即将毕业的大学也没法继续读完。疯子内心顿时很纠结，毕竟对豪门出生的岛谷来说，也许家族联姻是他唯一的出路。岛谷很快找到疯子，原以为这次会被分手，没想到后来却是在岛谷解释过后，立马表明会拒绝父亲的安排。毕竟我真的喜欢的是你，疯子啊。看到岛谷真挚的眼神，疯子非常感动，但是他真的不想看到岛谷跟家里闹僵，于是主动提了分手。谢谢你，能遇见这么优秀的你，是我的幸运。亲眼看着岛谷离开，疯子急忙站起，他也想追上去，却不知道他们以什么身份相见，他只能留在原地。哭声持续了好久。另一边，岛谷掏出钻戒，他原本打算今晚求婚，以此来阻止父亲的包办婚姻，但事与愿违，他只能一个人暗自伤心。2周后的晚上，室友问疯子：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？有钱人家的大小姐吧，父母会为我安排婚姻，我挺喜欢这种感觉。女孩只是微微一笑，却被旁边的导演注意到，因为今晚的演员有事没到场。导演突然有了个想法，希望女孩出演他的广告。起初疯子很抗拒，他不愿浪费时间，只想专心在餐厅打工挣钱。
像我这样的行吗？但经不住导演的软磨硬泡，疯子最后勉强答应了。然后他被带到电视台，直到上舞台那刻，疯子的脑子还是空白的。刚满19岁的他，第一次面对镜头，显得有些慌乱。今天要拍的是食品广告，他只需端碗说台词就行，因为没经验。工作人员见状，只好让他去休息室平静一下。他心里想，好想逃跑，好想回家。这时，正红的大明星世子看到了闷闷不乐的疯子，刚才也在场的他立刻明白了状况。善良的世子开始安慰他，只要把他当成普通事，就不会觉得紧张。疯子听后陷入沉思，马上又开始拍摄了。疯子重新面对镜头端起碗，爸爸，今天也辛苦了，谢谢。经过世子的指导后，疯子的表现非常好，台词不仅流畅，而且情感充沛，一次就通过了。广告拍摄结束后，世子送他回家，一路上疯子非常感激，如果不是世子的安慰，他根本没法完成拍摄。但世子什么也没说，他只觉得两人特有缘分。当得知疯子才19岁，还得一边工作一边找失踪的爸，世子心里顿时一阵酸楚，也对疯子父亲长相好奇，想着或许能帮忙找找。可当他接过疯子父亲的照片后，却突然表现出一副让人费解的神情。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但眼神里竟然透出几分忧虑。第二天，世子突然去找疯子，一见面就神秘兮兮要带他回家。尽管不懂世子的意图，但毕竟是恩人之邀，疯子就没拒绝。世子的家是一所高级公寓，崭新的楼房简直完胜疯子的宿舍。然而世子的表情变得有些不安。一进入公寓后，疯子才惊讶地发现，失踪已久的父亲竟然在那里，而且表情陌生地看着自己。疯子赶紧跑到父亲身边，但父亲却一直没理他。他还突然注意到，父亲竟然出现在一个陌生女人家里。奇怪的是，无论女孩怎么喊父亲，都没有回应，迷茫的眼神仿佛不认得亲生女儿。尽管他知道父亲失忆了，可是女孩还是不敢相信。您是不是不喜欢我们了？而父亲总是木讷无语，甚至松开了女儿紧握的手。疯子的心揪紧了，想要再多说几句唤醒父亲，但话到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来。难过的他选择了冲出家门。此时外面已经电闪雷鸣，大雨无情地打在疯子身上，四周一个人也没有。疯子终于放声大哭，冰冷的雨水让他心寒。疯子不明白，明明曾经最疼爱自己的父亲，现在再见却如此冷淡。就在这时，一把伞为疯子挡住了雨，那正是父亲追出来的。疯子一时也懵了，而父亲撑着伞平静地看着他，虽忘了疯子的身份，但毕竟是亲人。随后他开始慢慢解释，自己只记得1年前遭了抢劫，父亲拼命追赶，想夺回钱包，他死死抱住强盗的腿，死活不松手。强盗见挣脱不了，直接用木棒狠砸父亲头上。父亲醒来时发现自己坐在长椅上。那天雨下得很大，世子刚好路过，出于善意，便询问父亲需不需要帮助。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，他浑身是伤，又失忆了，刚被抢劫过。父亲对陌生人很怕，应该是我害怕你吧，你这么高大。父亲没理他，世子还是留下伞走了。半夜不放心，世子下楼看了看，父亲果然还一个人待在原地。世子不觉得父亲是坏人，但担心他一个人会出事，就把父亲带回家，给他换了干净的衣服，亲手包扎他的伤口。他们这样生活了1年，在这长时间的相处中，世子早已对他有了感觉。虽然两人都没有说破，可他们都明白对方的心意。疯子听完后久久不能平静，他没料到父亲的经历那么曲折，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办。他问父亲为什么不报警，这样就能联系上老家。父亲说当时自己满身是伤，他怕自己可能做了错事，所以没求助。疯子只觉得脑子一片混乱。与父亲分别后，本想隐瞒下去，担心母亲发现后受不了，疯子写了封信寄回家，希望母亲慢慢调整情绪。母亲很快收到了信，得知一切后心情复杂。好在丈夫现在已经找到，而妈妈也下了决心。她戴上当年的结婚戒指，换上最新的套装，走上小路，然后坐上村里的唯一的公交车。
显然，她决定进城去见丈夫。下午，她和疯子去了高档公寓。她在世子的房子前站了好久。第一次来这种高级地方，母亲还是悄悄整理了衣角，但她依然掩盖不了内心的紧张。到了世子家后，母亲细细打量眼前的女人。当发现世子年轻貌美时，她迅速低下了头。见到丈夫后，母亲眼眶顿时红了。这时，她发现衣服上有根线头，为了不失礼，她不停地扯。疯子也搞不明白，明明有更重要的事情，为什么妈妈还要在意这些？谁知道当儿子跟她面对面坐下后，妈妈突然情绪激动地说，在丈夫失踪后，由于家里欠了一大笔钱，没人能还，于是女儿疯子只好勉为其难，刚满18岁就独自去东京打工，替父亲往家寄钱，才勉强维持住家里的困境。见到一家人真正团聚，世子虽不甘心，可还是让他们一同回家。我想和世子说几句话。世子头也不回地说，没必要了。就这样，一家3口一起走出公寓，随后去了一家小餐厅。母亲看出丈夫的犹豫，决定暂时留下来，没有逼他和他一起回老家，而是等他自己愿意以后再说。对于这件事，父亲只能听从安排。他被安排先和疯子住一段时间，同时顺便到大医院治疗失忆症。为了治好父亲的失忆，女孩带他跑了很多家医院，可所有精神科医生都告诉他，只有回到曾经生活的地方，才可能恢复记忆。女孩想起了老家，因为那是父亲成长的地方。然而，她打工的餐厅最近生意实在太好，疯子根本没时间带父亲回去。但细心的老板一眼看出他心事重重，在了解疯子的想法后，善良的老板马上同意他请假。尽管这样一来，店里肯定会人手不足，但老板仍然坚持帮疯子。你可真是个大傻瓜。就这样，他们父女俩坐上了回家的长途车。一路上，父亲默默看着沿途的景色，虽然他已经忘了路途上的风景，但想到马上见到亲人，心里还是挺激动。因为居住在偏远的乡村，还要再步行1小时才能到达。疯子一路上极力描述这里的场景，希望能让父亲恢复一些记忆，但事与愿违，父亲仍然感到很陌生。正巧一阵风吹过田野，他们感受了一下大自然的美好。不一会儿，两人就到了家门口。当父亲出现在家人面前，时间仿佛定格了。爷爷和母亲一时愣住了，停止了手中的农活，注视着父亲，直到疯子大声打招呼，母亲赶紧跑过去帮父亲拿行李。晚饭时，全家围坐在一起，母亲显得有些紧张，她很怕丈夫失忆后会不喜欢自己烧的菜，但她刚夹起一块放到嘴里，就夸赞起味道很好吃，这让母亲松了一口气。果然，无论经历了什么，口味始终没有改变。第二天，一家人起早准备劳作。父亲走到爷爷面前，爸爸，谢谢您给我取了个好名字，毕竟血浓于水。爷爷看到平安归来的儿子，眼里瞬间含满热泪。之后，一家人去了田里，先把稻苗别在腰上，然后顺着直线一次插2根。原以为父亲已经忘了这些农活，没想到他凭着多年的身体记忆，熟练地开始插秧，甚至速度越来越快，一晃眼就超过了大家。突然，父亲脚下一回，整个人重重摔在田里。疯子见状，连忙去扶，他刚抬腿就摔了个狗啃泥，大家又气又笑，只能苦中作乐。笑过之后，又接着干活，在邻居帮忙下，很快插满了稻田。看着辛勤的成果，家人们很满足。吃过午饭后，疯子该离开了。为了还清家里的债务，他必须赶紧回城。临别时，他洗盘子时还安慰母亲。再次踏上离家的小路，疯子感觉轻松了很多。一家人团聚是他的心愿，这次他将无忧无虑，一心在城里努力工作。另一边餐厅因为疯子请假，大家都感觉很疲惫，一个个都没精打采，老板累得腰都直不起来。这时疯子进门，看到了这一幕。尽管每天都和女孩一起工作，但男孩依然不愿放手。任何能一起做的事情，就算是整理餐厅的食材，他也必须和她一起完成。当女孩说想出去逛逛时，男孩表现得有点紧张，虽然不明白男孩为关心自己，但疯子
只把他当成同事之间的友情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阿秀从来这里打工的第一天起，便对他心生好感。可能是意识到自己有些唐突，阿秀便提出店里特别缺疯子，所以才说了那句话。这天他突然向店里请假，之后神神秘秘地离开餐厅，没人知道他要去干嘛，只有阿秀心里清楚，他必须去那个地方。随后他来到一家大公司，等了好久，要见的人终于来了，竟是疯子的前男友。他为了家族生意，选择了和富商的女儿结婚。看到他无名指上的戒指，阿秀更确信了他的追求毫无阻碍。然后阿秀坚定地说，疯子现在过得非常好，并表示会好好保护他，希望你别再想着疯子。他对前男友心存释怀，要不是父母包办婚姻，他可能还能和疯子一起。看到有人拼命喜欢疯子，他明白只有阿秀能给疯子幸福，自己也就能放心了。后来疯子一个人在餐厅后门徘徊，正好被回来的阿秀撞见，看出疯子心事重重，于是他出于好意问了问，才知道原来是那个曾帮过疯子父亲的明星世子，最近被绯闻缠身，天天被记者堵在家门外，使得他整天困在屋里，已经3天没出门。再这样下去，疯子担心他会遇上危险。疯子因为不放心，刚刚去了世子家查探，却发现门口聚了一群记者。他装作路人套近乎，一番煞有介事的表演，逗得阿秀笑出了声，但还是得帮疯子解决问题。阿秀灵机一动，让疯子先去世子家送外卖，自己则尽力拖住记者。就在这时，朋友突然出现在世子楼下卖刨冰。现在正是炎炎夏日，那群人肯定会被刨冰吸引过去，我们趁着所有人分心，赶紧行动。疯子可以用柿子混出包围圈，为了救出被困的当红女孩，穿越一群群围堵的记者，他打算假扮成外卖员，伺机悄悄接近明星世子的家门。这时屋里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，世子小心翼翼地开门查看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女孩迅速溜了进去，然后马上把门关紧。一进门，女孩就说了逃跑计划。看到来救自己的疯子，世子非常感动。由于绯闻风波，现在所有媒体都在落井下石。此时世子已经走投无路，亲戚何家人都不敢来看他。没想到和他仅几面之缘的疯子却冒险来救他脱困。来不及多说，疯子听到外面朋友的暗号，一把抓住世子的手，立即打开房门，趁记者们还没反应过来，两人快速跑了出去。回到疯子公寓时，已经是半夜了。因为一路狂奔，他们累得上气不接下气。直到这时，疯子依然紧紧握着他的手，让世子觉得心里暖暖的。可就在他们准备进屋休息时，公寓突然停电了，邻居们只能聚在一起想办法。不过很快电就又来了，大家这才认出当红明星世子，全都惊讶地看着他。为了欢迎他的到来，众人决定办个欢迎仪式。于是端食物的有食物，带点心的有点心，开餐厅的老板还包办了所有的酒水。大家围坐在一起，尽情享受这难得的聚会时光。没人问世子遇到的难题，大家还一致决定替他保守秘密，不让外界知晓。世子住在这里，他周围是善良的邻居，给他带来了温暖。之后疯子很热心地帮他铺床，因为他不确定世子习惯了富裕的生活，来到这里会不会不自在。没想到世子一进门就夸赞大家一起打地铺的温馨感，让他想起了小时候。因为世子的到来，大家都兴奋得睡不着。反正时间还早，世子就开始给大家讲拍电影时的趣事。因为受不了邻居的八卦，女孩只好坦白了心声。这时阿秀正好路过，刚刚的话全被他听见。阿秀被吓一跳，突然知道心仪的女孩也喜欢自己，她顿时有点慌乱。邻居很快发现了阿秀的存在，所有人见状都憋住没笑，直到有人提醒阿秀在身后，疯子才反应过来，于是想快点摆脱尴尬。于是他提出要带疯子散散步。两人来到花盛开的公园，肩并肩坐在长椅上。阿秀为了不让气氛尴尬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可疯子明白自己的小心思已经全被听见，不由得感到羞涩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阿秀认真地看着疯子，他觉得这些话应该由他先说才对。从第一次见面起，
疯子就在他脑海挥之不去。他们都知道彼此暗恋，都感叹缘分的巧妙。虽然情意浓浓，却不免双双害羞。结果阿秀脱口说出了要结婚。刚确定恋爱关系的两人，阿秀立刻意识到进展太快，她瞬间异常尴尬。阳光洒满花朵，有情人沉浸在爱中，气氛也逐渐暧昧。疯子悄悄藏起来，阿秀则起身寻找。在外人看来无聊的追逐，对他们来说却很甜蜜。浪漫的时光让他们忘记时间，只珍惜每一分钟相伴。两个人这么合拍，似乎感情基础很深厚。爱情让人变得幼稚，微不足道的小事，有了心爱之人的陪伴，也会开心一整天。疯子决定回趟家，顺便邀请家人来城里，尝尝他餐厅的美食。坐在熟悉的公交车上，疯子感慨万千，2年前的乡间景色仍如从前。车还没到站，弟妹们已经跑来迎接。疯子一回到家，就看到田里种满了盆菊。父亲说，现在种花足够养家，不用疯子再寄钱了。疯子站在花田中央，思绪纷飞。只要敢改变，继续为了目标奋斗，即使荒地也能焕发生机。雏鸟初时无法高飞，但经过成长，总有一天雏鸟也能飞上天空。傍晚，一家人来到疯子工作的餐厅，老板一见到他们就热情接待，随后全家围坐一桌，享受着厨师上的美味佳肴。更大的惊喜还在后头。只见阿秀深吸一口气，然后站了出来，疯子也默契地走到他旁边。父亲在阿秀的眼神中看到了坚定，那么真诚的样子，父亲当即同意了。母亲也出来祝贺两人，弟弟妹妹更是开心，以后多了一个哥哥。感谢至今为止的观看，大家一起加油吧！